欢迎来到阿明厨房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丝瓜炒肉不出汤，而且颜色翠绿不发黄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制作的吧。首先准备适量的棱角丝瓜，把瓜皮稍微的削掉一部分，不要完全削掉。这种丝瓜做出来颜色翠绿不发黄，口感特别的鲜嫩。留一点点丝瓜皮，炒出来颜色不容易发黄，也是脆嫩爽口的关键。把丝瓜处理成视频中这样简单割下刀。首先把头尾切掉一小部分，因为头尾的肉质比较硬，而且有苦涩的味道。接着像视频中这样切成滚刀块，就是切一刀滚一下，滚一下再切一刀，这样红切面更大，受叶更均匀，而且方便吸收调料的味道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装进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，然后再加入一勺白醋，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完全没过丝瓜。加入食盐和白醋可以抑制丝瓜氧化变色，这也是我在学厨师的时候师傅教我的，放在一旁浸泡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里脊肉，把里脊肉切成两半，然后再切成薄片。丝瓜要好吃，我喜欢加一些瘦肉，加入瘦肉吃着都有肉的鲜香味，也不需要太多，大约2元钱就可以。把瘦肉切成大约1个硬币厚的薄片，我们千万不能切太薄，不然在腌制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。装进大一点的碗中，简单腌制一下，加入少许的毛毛盐、松茸鲜、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加入小半勺红薯淀粉。这里为什么要加入清水？因为不管是腌肉片还是肉丝，第一步就要让肉吸饱水分，这样炒出来才会鲜嫩多汁，吃起来不柴，成分抓拌均匀，抓至有一些粘稠。最后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锁住肉片的营养和水分。拌匀之后腌制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，几粒去皮的大蒜用刀拍一下，拍过之后再切成小丁。2小块去皮的老姜同样用刀拍一下，接下来再切成小丁。一般做家常菜，我喜欢加一些姜和蒜，姜蒜可以增加菜品的鲜香味，吃起来更有回味感。全部切好装进碗中。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去掉辣椒蒂，然后再切成斜刀片。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小孩食用，小米椒可以省略不放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准备一小把洗净的香葱，把香葱直接切成小长段，切好装进碗中备用。做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、松茸鲜调味，少许的白糖，小半勺玉米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，提前调好料汁，这样可以节省炒菜的时间。经过10分钟左右的浸泡，现在的丝瓜也已经浸泡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丝瓜的颜色还是翠绿的，一点都没有氧化。把丝瓜捞出来放在漏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今天的丝瓜水分一定要控干一些，把控水的丝瓜再次倒回大碗中，加入1大勺的食用油，下手翻拌均匀，使丝瓜的表面都能够裹上食用油，使丝瓜的表面裹上一层油膜，在后续焯水的过程中不容易氧化变色，而且营养也不容易流失。所有的食材完全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
提前烧一锅开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再次添加少许的白醋，这些都是防止丝瓜在焯水的过程中氧化变色。丝瓜一定要水开以后再下入。我们一定要翻动一下，因为丝瓜的质地呈海绵状，很容易漂浮起来。翻动一下，使丝瓜的上下能够受液更均匀。煮制的时间控制在20秒左右。如果时间太长，丝瓜的质地变软，吃起来会影响口感。同时，丝瓜的营养很容易溶解在水中，煮成食品中这样直接捞出来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温烧至2成热，把腌制好的肉片直接倒在锅里，小火煸炒一会儿，把肉片炒至变色。这里又是一个小知识点，肉片炒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硬发柴，吃起来很容易塞牙。炒至微微的变色就可以。接下来加入姜蒜、小米椒，小火煸炒出辅料的香味。接着把控干水分的丝瓜直接倒在锅里，快速翻炒均匀，使丝瓜肉片完美的融合。这里我们要多炒一会儿，炒干水分之后，方便吸收料汁的味道。视频拍摄不易，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，或者是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。最后把调制好的料汁直接倒在锅里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丝瓜充分的炒至入味。因为丝瓜已经提前焯过水了，所以我们炒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。最后加入切好的葱段，增加香葱的味道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香葱炒出香味。一道营养又下饭的丝瓜炒肉就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丝瓜颜色翠绿不发黄，肉片鲜香滑嫩。稍微总结一下，丝瓜一定要切成滚刀块。在焯水之前裹上食用油，焯水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。只要记住这几点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丝瓜炒肉。喜欢吃家常菜的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持续分享不一样的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喜欢吃什么菜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